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今集就同大家講一講我平時用嘅工具。頭盔就戴定啦，我係冇收廣告費噶，雖然我好想有得收。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同埋一啲我自己做改裝模型片段嘅分享。同時我亦都有做模型代工嘅，有興趣歡迎 PM。對呢類影片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訂閱啦。首先講嘅係筆刀，其實喺老前輩口中聽翻嚟呢，以前未有咁多唔同功能嘅工具出現之前，筆刀係已經處理到好多唔同嘅工序噶啦。我自己就用呢隻 OVA 嘅，一來質量就唔錯啦，二來刀片極多文具鋪都可以容易買得到，係超方便入手嘅。先講第一個功能就係切走水口位啦。咁我都係近期先至識得，原來切水口嘅手法係應該咁嘅，用拇指擺喺刀片嘅背面，然之後輕力去推，而唔係由個刀柄嗰度發力，切到剩翻少少落嚟，然之後就用打磨嘅方法去處理埋佢。呢個就係冇神剪嘅狀況底下用筆刀處理水口嘅方法。第二個功能就係分開一啲已經拍埋咗、組裝咗嘅件。因為刀片夠鋒利啊，所以比較容易強行攝入去一啲已經組裝咗嘅件嘅罅隙入邊。成功將刀片攝咗入去之後，就可以輕輕左右搖動刀柄，一個位置開始鬆動咗啦，咁你就可以攝落去其他嘅位置，重複呢個步驟。咁樣慢慢個件就可以俾你分開得翻。就算係入榫呢個方法去做組裝嘅件呢，都可以用呢招將佢分開嘅。第三個功能就係可以處理大家而家見到嘅分母線。多謝上次有網友提醒，呢個唔係水口線，係叫分母線。咁樣我哋就可以攞個刀片直接刮上去呢個分母線上面，輕力刮就得噶啦，由頭到尾咁樣刮。只要你唔好心急，慢慢刮，其實講緊分零2分鐘，你都已經可以將成個分母線刮走。之後補翻個幼嘅打磨上去，咁就可以噶啦。咁你可能會奇怪，點解唔直接用個粗嘅打磨，成個面連分母線磨平咗之後，再用個幼嘅打磨埋佢尾呢？咁係因為想避免有陣時，如果直接用粗嘅砂紙打磨，大家可能有機會會試過，因為打磨得太多或者個角度拎得唔好，打磨完之後個平面嗰條邊位線係變咗形嘅。如果淨係用幼嘅砂紙去打磨呢，就可以避免到呢一個問題啦。最後一個功能，其實佢係可以用嚟做一個絲面嘅處理。譬如呢度件本身係冇一個絲面嘅喺呢個位，你攞實一個角度用筆刀刮落去，咁你想要個絲面做幾大，你咪刮幾多咯。其實咁樣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絲面出嚟。但係呢一個步驟呢，就真係花功夫同埋經驗啦。若然你隻手唔夠定，你個絲面做出嚟係會斜嘅條邊。我自己都唔係完全地掌握到呢個技術，所以我自己就好少用筆刀去進行呢個步驟嘅。出到嚟個效果就大概係咁啦。我鬆到聚埋俾大家睇下個效果，新做嘅絲面就咁樣出咗嚟啦。不過正如我自己所講，我唔算做得太好嘅，所以你見呢個絲面右邊嗰個位其實係有少少唔夠直嘅。其實而家嘅工具咁多樣化嘅時候，我以上講大部分嘅功能呢，都有一啲專門應用嘅工具可以取代到筆刀噶啦。係有陣時自己貪快手啊，或者得個丁屎咁多嘢要補翻嘅時候，就會貪方便拿把筆刀就做埋嗰少少去嘅啫。咁所以其實筆刀都會係我常用嘅工具之一嚟噶啦。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係會做自己嘅設計佈局，所以黑線刀呢亦都係我最常用嘅工具之一。而用得最多就係呢把 0.15mm 嘅 BMC 黑線刀啦。呢個厚度其實就最通用嘅，因為無論你係做黑線加深定係新做一條黑線啦，比例上無論係 AMG 或者 High Grade 上面都好，都算得上係一個合理嘅厚度去做最基本嘅線條。同時間佢亦都因為有一定嘅厚度，你落滲線液嘅時候就容易啲俾個顏色流入去。如果條坑太窄嘅話呢，
就會比較難令到個顏料好順滑咁樣走晒入成條線入邊噶啦。除咗0.15mm 呢個厚度之外，我用得最多嘅就係0.5同埋1mm 呢兩把黑線刀。呢兩把呢，就我喺日本買翻嚟嘅，我自己都唔記得咩牌子啦，因為我買嘅當日係見到成堆日本仔成 set 咁樣買，咁我估跟住就冇死錯啦，咁就買咗兩把，都算唔錯嘅。呢兩個尺寸用得最多嘅原因係因為加工時候用嘅膠條同埋膠板好多時都係呢兩個厚度，用呢兩個厚度刻出嚟嘅線呢，就可以配合到膠板同埋膠條，做出更多複雜同埋立體嘅佈局啦。咁我間唔時都會用到其他中間尺寸嘅黑線刀嘅，但係真係少機會，所以我就唔特別講啦。第三個我最常用嘅工具就係 AA 膠啦。我哋班師兄弟成日都講笑講嘅，就係話喺模型界入邊冇嘢係 AA 膠解決唔到嘅問題。但係我用得最多嘅就唔係佢黏件嗰個功能，而係將佢溝落爽身粉度做一個自製嘅補土。大家如果睇開我啲片，都見到我常用呢樣嘢噶啦。原因係咁樣溝出嚟嘅混合物，比起其他現成嘅補土係快乾啲同埋容易啲打磨嘅。不過我要重申一點，AA 膠用落模型件嘅表面上，係會令到模型件嘅表面有一個白化嘅範圍，而呢一個白化對模型件嚟講係一個不可逆轉嘅傷害。你要整走呢個白化嘅範圍，除咗將佢成件打磨走一定嘅厚度之外，都冇第二個方法噶啦。所以如果我要將兩件唔同嘅模型件黐埋一齊呢，我大部分時間都係會用模型專用嘅膠水，喺非不得已嘅情況之下先至會用 AA 膠嘅啫。我之前有拍一條片係專講各種模型膠水嘅特性同用法，如果有興趣嘅可以 click 上右上角嘅 link 嗰度去睇下嘅。同埋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有趣或者有用嘅，就記得喺右下角嗰度點一點個訂閱掣支持下啦。第四個要介紹嘅工具，大家未必會估到，冇錯就係牙刷啦。因為我成日都要做改件嘅關係呢，真係超級常會用得到嘅。譬如我磨完一個件之後，佢有好多膠碎飛咗出嚟，又或者我自己刻完線之後，都會有膠碎留咗喺個件嘅表面啦，或者喺坑入邊，我都一定要用牙刷去將多餘嘅膠碎刷走去嘅，俾我去觀察翻個件係咪仲需要繼續加工落去。除咗刷走模型件表面上嘅膠碎之外，其實牙刷都可以令到你打磨嘅工具更加耐用。譬如呢一個打磨條上面有啲白色嘅膠碎係黐咗喺表面，亦都可以咁樣用牙刷將啲膠碎刷走。同一個方法可以用喺打磨棉啦、打磨條啦、砂紙啦、手錯上面都得嘅。有陣時咁樣做都幫肥宅陰啲慳翻唔少消耗性工具嘅成本嘅。跟住要介紹嘅就係呢一個鉗仔啦。嗱，真心唔係賣廣告，所以唔講牌子啦。只要你買咗一隻同我講嘅特點一樣嘅話，我都建議用嘅。你見到呢一隻鉗個頭係尖，然之後佢有翻一定嘅厚度，拎上手係聚手嘅。呢一種鉗我覺得係算都幾好用。點解呢？因為佢有翻一定嘅厚度同一定嘅重量，你夾件嘅時候呢就會比較穩陣嘅。呢一隻呢就係一個對比嘅另外一隻鉗啦，係我淘 X 嘅時候買工具唔知做乜鬼嘢送埋俾我。咁大家可以見到第一個分別就係佢薄身嘅，因為咁樣佢其實已經俾我用彎咗個頭噶啦。你見個尖頭係已經有少少彎。呢一隻鉗呢用嚟夾下水貼啊，真係冇乜所謂嘅。但係如果你用嚟夾件嘅話，佢就會比較唔穩陣啦，個件會比較容易揈嚟揈去嘅。其實我就好難用影片去解釋俾你聽究竟個分別喺邊度，但係手感上係有一定程度嘅差別。如果你未特別去買一個鉗仔俾自己用嘅話，我就真心建議揾一個有質感、有厚度嘅鉗仔，就唔好用啲薄身嘅嘢啦。跟住落嚟要講嘅就係圓規。圓規係我做黑線佈局定位上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工具。我之前甚至出咗一條片係專門講點樣用圓規去做黑線定位，大家有興趣嘅可以點右上角嘅 link 去睇下。
基本上我做咗好咗一個部件嘅黑線，都係用一個圓規就可以將成個佈局複製去另外一件件上面。我就強烈建議大家，如果真係想用圓規去做黑線複件嘅話，買我手上呢一種用圓心嘅，唔係綁住個圓筆喺上面嗰一隻，因為咁樣就可以最大限度保證你落筆嘅穩定度，同埋揾個開口價位就最好實淨少少噶啦。如果唔係，你都 hold 唔住一個你特定想要嘅角度。去到最後，反正都係介紹啦，咁啊順手介紹埋呢一個。呢排肥宅就收咗幾張單，都係做彩透嘅熒光滲線，所以骨架呢都會做咗個金屬色先嘅。近排大家都知道佳亞就都冇乜選擇噶啦，咁所以就用咗 Mr. Color 嘅呢一隻203 Super Iron 2去噴咗一隻骨架。意外地呢個銀色係算幾好用嘅，咁就呢一個就係我噴油出嚟嘅成品。拆隻手出嚟俾大家睇下，你見到佢個銀色其實係好出之餘，亦都係好順滑嘅，用落個效果啊，確係真係算唔錯。我噴嘅方法就係先噴底灰，再噴一層亮黑上去，最後先噴呢個203嘅銀色上去。有陣時如果我噴開有啲色或者組合覺得好嘅，我會喺片尾嗰度講埋，當開心 share 下啦，當俾我呃多半分鐘嘅 time 咯。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啦，如果有咩唔明嘅，歡迎留言，我會再詳細解答嘅。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訂閱咗之後仲要記得撳埋個鐘仔，咁下條新片出嘅時候，你哋就會收到通知噶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